think we're going to have what I call parallel prosperity. Main Street can do well, Wall Street can do well. It'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Main Street's done well, and that's what happened in Trump 1.0. Hourly workers did better than supervisory workers. The bottom 50% of households had a net worth increase that was higher than the top 10%. So we are going to see Main Street surge here, along with Wall Street, which we've already seen. 各位，中美之间正在展开那一场看不见的战争，那就是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较量。这一场较量看似抽象，但它影响着每一个国家是否能借到钱，利率会不会升高，企业会不会倒闭，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力去发展科技与人工智能。简单的说，谁能用更便宜的成本获得资金，谁就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。而这一次，中国正在把美元当作武器，用一种聪明且长期的方式给美国施加压力。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，中国现在能用非常低的利率借到钱，而美国却不能维持历史高位的利率。原因非常直接，中国的通胀低，储蓄率高，金融体系稳定，因此中国央行可以直接买入政府的债券，拉低借贷成本，给经济注入资金。而美国则被高通胀绑住手脚，只要利率一降，物价马上反弹，政府债务也会迅速的膨胀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种差异，让中国有能力做下一步，那就是利用自己手上的美元，反过来影响美国债券的市场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正在逐步减少美债的持有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手上没有美元。事实上，由于大量贸易仍用美元结算，中国依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美元储备之一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既然中国手上堆积了大量的美元，那能不能利用这些美元对美国的资本市场下手呢？答案是可以的，而且中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。中国最近在香港发行了40亿美元的美元债券，结果让全球金融市场目瞪口呆。仅仅40亿发行量，却吸引了1200亿美元的认购，整整超额认购了30倍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一些买家不是投机客，而是央行、主权财富基金、保险公司这些重量级的机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国家在用脚投票，他们宁愿把美元放在中国发行的债里，也不愿意把全部美元继续放在美国体系。因为很简单，美国没收俄罗斯资产以后，所有国家都开始担心，如果哪一天我跟美国关系不好，美国会不会也把我的资产冻结？于是各国开始寻找安全且不依赖美国的美元资产，而中国刚好提供了这一个替代的方案。这一动作对美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，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唯一的美元托管地，而更夸张的是，中国这一次发行的美元债券率居然和美国国债一模一样，这说明了世界把中国视为和美国一样安全的美元借款对象。一个不是美元发行国的经济体，居然能以美国本土相同的成本借到美元，这也意味着，如果中国愿意，他们可以随时继续发行美元债券，把市场上的美元流动性吸走，让美国的债更难卖，利率更难降。美国的金融体系非常依赖廉价的资金，一旦利率长期维持高位，伤害是全面的。企业借不到便宜的钱，就只能裁员。科技公司融资困难，那 AR 泡沫就更容易破裂。政府财政负担加重，离违约就更进一步。实际情况已经开始凸显，美国在10月单月裁掉了150万份工作，比2020年疫情期间还要糟糕。而其中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企业扛不住高利率。AI 产业也出现了巨大的隐患。OpenAI 想在未来建数据中心和芯片体系，需要高达 1.4 万亿美元的投资，但公司年收入只有约200亿，这根本就算不出来。美国的 AI 发展很依赖债务融资，而在高利率环境下，成本像滚雪球一样变大。
这意味着 AI 泡沫随时有可能会破裂。而中国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路。中国提供补贴，提供廉价的能源，提供廉价电力，提供本地供应链支持，让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开发人工智能技术。这一种差异让黄仁勋也公开承认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中国最终会赢得 AI 竞赛。而更关键的是，美国能源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时代。AI 数据中心电力需求从17太瓦时涨到了150太瓦时，是近10倍的增长。美国既没有电网，也没有发电厂，更没有办法从别的国家进口电力，而建一座电厂有可能需要5年以上的审批。在这一种背景下，美国的 AI 泡沫很有可能还没有等到中国追上，就先被自己的电力不够而拖垮。中国则因为拥有巨大的电力建设能力、稳定的供应链以及成本优势，可以继续推进 AI，不需要像美国那样依赖大规模的债务。今天的局面已经非常的明显，中国正在利用自身稳定的通胀环境、庞大的美元储备、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强大的产业支撑，悄悄地把美国逼向更高利率、更高的融资成本和更大的经济压力。而美国一边要维持美元霸权，一边又要靠高利率勉强维持金融稳定，这一种结构最终会把自己逼到墙角。如果这一种趋势继续下去，美国不仅可能在债务压力下出现系统性的风险，也有可能在 AI 竞争还没开始决胜负的时候，就已经被自身的资本成本与能源危机击败。未来几年，中美的较量将越来越偏向金融战，不是靠关税，也不是靠出口管制，而是谁能够用更低的成本获得资本，谁就能主导未来科技竞争，还有产业竞争和国家竞争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比美国更有优势，而美国的脆弱性正在被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得清清楚楚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